西游世界中，玉帝不仅是天庭集团掌门人，也是三界之主。三界之地无不在玉帝的控制下，三界之人无不受玉帝统治。但事实上，也有一位大神不受玉帝统治。那么，这位唯一不受玉帝统治的大神究竟是谁？有人认为是如来。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宫，攻入凌霄宝殿，玉帝吓得躲在桌子底下，狼狈不堪地派人请如来镇压孙悟空。可见如来是玉帝的靠山，地位在玉帝之上，自然不需要接受玉帝的统治。但事实上，这一幕完全是影视剧杜撰。原著中的孙悟空根本没有杀入凌霄宝殿，玉帝更没有狼狈不堪地钻桌子。玉帝确实请了如来镇压孙悟空，但严格来说不是请，而是宣。宣有以下对上之意，由此可见，玉帝的地位高于如来。作为玉帝的下级，如来当然需要接受玉帝的统治，所以他面对玉帝谦逊地自称老孙，却毕恭毕敬地尊称玉帝为大天尊。也有人认为，唯一不需要接受玉帝统治的是元始天尊。玉帝是道教大神，而元始天尊是道教至高神，论宗教地位显然在玉帝之上，玉帝又怎么可能统治他？然而，如果元始天尊真的不需要接受玉帝统治，安天大会上的这一幕又作何解释？原著第7回，如来降服孙悟空后，玉帝特意举办安天大会为他庆功，会上发生了这样特殊的一幕，书中如此写道：不一时，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气真君、五斗星君、三官四圣、九曜真君、左辅、右弼、天王、哪吒、元虚一应灵通，对对旌旗，双双翻盖，都摔着明珠一宝，寿果奇花，向佛前拜献曰：感如来无量法力，收服妖猴，蒙大天尊设宴，呼唤我等皆来陈谢。元始天尊和如来同为道教集团掌门人，地位不相伯仲。可是玉帝一道命令，元始天尊就要拜谢如来，这岂是不需要接受玉帝统治？事实上，元始天尊的宗教地位固然高于玉帝，但西游世界是个世俗社会，政权大于教权，再牛叉的宗教也要接受朝廷的统治，所以元始天尊也要接受玉帝的统治。西游世界中真正唯一不受玉帝的统治大神是一位先天圣人，他的资历比玉帝还高，所以玉帝见到他也要行礼。这位大神正是东华帝君。东华帝君在西游世界中现身过一次，孙悟空打倒人参果树后，曾向他求助救活人参果树，但东华帝君大概不想掺和他和镇元子的纷争，所以表示爱莫能助。东华帝君又称东王公，乃盘古大神和太元圣母之子。盘古大神和太元圣母除了生下东华帝君一子，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女儿，正是王母娘娘，所以东华帝君和王母娘娘是兄妹关系。东华帝君主管天下男仙，而且凡学道之人升天，必须先拜东华帝君，所以在玉帝成为天庭集团掌门人前，东华帝君是三界的实际统治者。也有一种说法，东华帝君曾和王母娘娘共掌三界，东华帝君统领三界男仙，王母娘娘统领三界女仙。东华帝君算是前任天庭之主玉帝的前辈，玉帝又岂能不对他礼敬有加？也正因东华帝君地位显赫，尽管他的弟子东方朔和孙悟空一样，也曾偷吃蟠桃园蟠桃，但玉帝对孙悟空派兵捉拿，却对东方朔睁只眼闭只眼。东华帝君可以说是西游世界威望最高的大神，你怎么看呢？在西游记的世界观中，东华帝君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且神秘的存在，他的地位和威望超越了普通的天神和仙人，甚至玉帝也对他抱有极高的敬意。这不仅因为他的出身高贵，作为盘古大神和太元圣母之子，更因为他在宇宙和三界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以下是对东华帝君角色和作用的深入探讨，以及他在整个西游记故事中的意义。东华帝君不仅掌管天下男仙，其神通广大，力量深不可测。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三界秩序的一种维护。尽管它不直接介入三界的纷争和事务，但它的权威和影响力无处不在。东华帝君的神秘力量体现在它能够超脱三界之争，维持着一种超然的状态，这使得即使是玉帝也必须对他保持敬意。尽管东华帝君身为前任天庭之主，但他并没有直接干涉玉帝的统治，这种独特的关系展示了一种深层的宇宙秩序和谐共存。东华帝君与玉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威望间接地影响着三界的平衡和天庭的决策。在《西游记》的叙事中，东华帝君虽然鲜少直接出场，但他的存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了一种超越世俗权力争斗的高尚境界，象征着道德和智慧的最高标准。他的角色强调了在复杂的宇宙秩序中，真正的力量来源于对宇宙法则的理解和遵循，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力量对抗。在《西游记》的故事线中，东华帝君虽然不常出现，但每当他出现时，总能给三界带来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孙悟空与镇元子的纷争中，虽然东华帝君未直接介入，但他的态度和行为却间接地展示了一种超然的智慧。东华帝君的不介入不是不关心，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关怀。他通过不干预来让三界的生灵自行寻找平衡和和谐，这种做法实际上促进了三界生灵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救赎。在孙悟空的成长旅程中，东华帝君虽然没有直接指导，但孙悟空在求助过程中对东华帝君的敬仰和理解，也反映了东华帝君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东华帝君促使孙悟空和其他三界生灵去思考如何在遵循宇宙法则的同时，寻找到自己的道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东华帝君作为《西游记》中真正不受玉帝统治的大神，他的角色和影响力远超过一般的神仙和天神。他不仅是玉帝的前辈，更是三界所有生灵心中的一座灯塔，指引着他们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寻找真正的智慧和力量。通过东华帝君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强大不是来自于权力的争夺，而是来自于对宇宙法则的理解、遵循和超然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东华帝君不仅是《西游记》中的一个角色，更是一种理想的象征，引导着我们思考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和维护内心的和谐与平衡。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